丹姐，药好了，谢谢。啊，那我先去忙了。今天可是花魁牡丹登场呀，她是店里的头牌。据说呀，这花魁牡丹那可是人间绝色呀，要是能见上一面，也不枉这一场雨的缘分呢。是啊，真是幸甚至哉呀！来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好。长官，来几个招牌菜。得嘞。这位小兄弟，请问你是一个人吗？快！不介意我们拼个坐吧？此便。多谢。菜来了。血腥。这菜是不新鲜还是？哦，实在对不住大人，我马上给您换一盘。对不住大人。大人，请。相逢是缘，不管大人小人，都是客人。小兄弟，我们一起吃吧。菜来啦！大人，刚才确实是本店招待不周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这些啊，都是本店的招牌菜。多谢。慢用。小兄弟，来。啊，我敬你一杯。两只手。大人，血凤凰，咱们可算找着了。凤凰可是我当朝的祥瑞啊！真没想到，这世上还真有凤凰。不对呀，凤凰不是金色的吗？这个凤凰怎么看起来血红血红的？是啊。哎，各位客官，各位客官，奇怪啊，花时已到，牡丹开宴。不对。凤凰杀人了！凤凰杀人了！凤凰杀人了！都别动！大理寺卿胡大人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！牡丹，你快醒醒！牡丹，你不能死啊！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赎回？退后！你刚才为何喊凤凰杀人？我看见凤凰穿过屏风，在牡丹的脖子上啄了一下，天上凤凰在飞，凤凰在鸣叫。是啊，我也听见了。可是凤凰杀人，那可是凶兆啊！古真，
现在是逆臣当道，祸乱百姓，是要遭天谴的。住口！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凤凰浑身是火。若是凤凰杀人，那这牡丹身上怎么没有一丁点被烧灼的痕迹？明显她已经死亡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凶手一定是人啊！所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尤其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没注意到你的袖剑？你说的是这个？哎呀，行走江湖带一件防身的兵器，不过分吧？我看你是想刺杀胡大人吧？我算是长见识了。你们这些官差，不在官府里好好办案，跑到这里来喝花酒，最可疑的是你们吧？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适才属下说的有些或许是正确的，你浑身充满杀气，确实是来寻仇的。笑话，我游山玩水，途经神都罢了，有何仇可寻呢？洛阳的柳絮半个月前就飘完了。早上我见到潞州商人货车的毡布上也有柳絮，你起码要日行200里才能把柳絮带到这儿。你身无一物，拎着一把剑日行100里，不会只是为了来神都游玩吧？我猜你要找的麻烦就在这儿。如果我能证明凶手另有其人呢？你若能击凶，大理寺定不会污你清白。一言为定，麻烦帮我拿下剑。雨水，迷药，血腥，张木儿，药神儿，烟熏。你看什么看？你能破案就破案，别在这故弄玄虚的。小兄弟，有何高见呀？既然他们都到这儿了，那就借机一并除之，以绝后患。小兄弟，有何高见呀？
死者的嘴里有一些迷药的味道，说明被人下了毒。这你也能闻出来？当然。还有，他的衣服也是潮湿着，里面充斥着烟熏、雨水。或许早在舞女开始表演前，牡丹就已经被杀害，放在了这屏风之后。被杀后放在了屏风后，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是这样，凶手在羊肠里面放满了血，缠绕在牡丹的脖颈处。凤凰看起来啄的是人，其实是羊肠。那按你这么说，凶手还能操控凤凰精准定位，这也太扯了吧！掌柜，牡丹今日出过门吗？啊，没有，牡丹性格孤傲，平日就很少出门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1个时辰前吧。应该是半个时辰以前。刚才命案发生时，你被吓破了胆，为何时间记得这么清楚？啊，禀大人，本店一直是靠香篆记录时间，一盘香篆是1个时辰。今日是牡丹姐亲自点的香，现在应该只烧了一半。那如果不是牡丹自己出去的话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：凶手将其迷晕之后带了出去，残忍杀害之后才送了回来。不可能，酒楼只有1个大门，而且出入的客人我都记得清楚。那说明舞池并非第1案发现场。大人，这边请。这里啊，就是牡丹的闺房。这上面有绳子摩擦出现的痕迹，凶手可以从这里进出。你小子看清楚，这是2楼，难不成凶手会分身术？上面自己用绳子放人，同时自己在下面接人。你分析的对，所以在这个酒楼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帮凶。我刚见到你时，就闻到一股血腥味儿，知道是菜不新鲜。其实是下雨后，因你太过紧张，搬运尸体时不小心染上了血。血腥味儿，这菜是不新鲜还是？大人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马上给您换一盘。对不住，大人。经我无意提醒后，你就趁机换掉了衣服。大人，刚才确实是本店招待不周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万有。你是趁客人没来的时候，就将尸体放到了那屏风之后。我今日在厨房不小心打翻了鸭血，所以身上才有血腥味儿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怀疑他呢。他开了2楼牡丹隔壁的天子房，有大把机会下手。怀疑不重要，只要找到你换的那件衣服，看看上面是否有血渍，再和现场比对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大人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。胡大人果然搜到了，在地窖里面藏得很隐蔽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花开堪折直须折。
牡丹这朵花是我折的。牡丹，我这辈子够本儿啊，够本儿！我把这个畜生带回去！我的报仇！住手！走。其他人等先退下去吧。是。且慢！你之前行为诡异，大人，我建议将此人立刻押回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小兄弟，你这一手闻香断案，可令人大开眼界呀！还是要多谢小兄弟鼎力相助。大人的鼻子也很美。我鼻子不行，我这，我靠瞎猜，你这本领是先天有之，还是后天习得？剑行不怕，娘在呢。一会儿，不管你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都千万不要出声，一定要藏好。快去，快！对，还未正式介绍，在下大理寺卿胡正义，贤弟怎么称呼？姓李，名剑兴，剑兴兄弟，哪里人？灵州。好地方。之前我说过，你是来寻仇的，敢问这个仇人是谁呀？寻的便是大理寺卿胡正义。曾少，你太过实诚了，连玩笑话都听不出来。大人，这好笑吗？好笑啊！贤弟，你可别小瞧大理寺啊！既然你来了洛阳，大理寺房间多，来暂住几日吧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不怕，不怕。哈哈哈。之前你问我为何不在官府办案，反倒跑到酒楼来，那是因为我们听得雪凤凰在线。一路飞到了这片区域，特来查案。神都驴肉百姓惨死于凤凰之口，兄弟有此本领，还望能助我们查清真相，在此谢过。你的房间就在此处。这
这房子半年没人打扫了吧？让你住你就住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有重大嫌疑，没事别乱跑。那既然胡大人都已经说了，让我来此暂住，协助调查凤凰案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把我当犯人，跟我吆五喝六的？你，我犯不着跟你斗嘴皮子。胡某对卷宗的整理素来在意，地字号已排的卷宗，你放反了，出来吧。有刺客，追来！追！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无妨，走，出去看看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沈轩，好久不见。你这狐狸鼻子的确挺灵的，但你贵为狐帝，为何偏要去大理寺当狗啊？我不是说了让你留在灵州吗？你怎么跑过来刺杀那个老狐狸啊？我用不着你担心，他就算是皇帝，只要是你的仇人，我也敢杀。大人，我听说你最近住在福来酒楼，刚入住几日，但尚未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他下手。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呀。自打大人告诉我李家灭门案的真凶就是胡正义，这个名字就如同烙印一样，深深地刻在我心里。但我仍需要查明灭门案背后所有的真相，所以，我需要等。你做事向来有分寸，我信得过。但切莫让我失望。好不容易查到当年的灭门案
和胡正义有关，这唯一的线索可不能断了。而且洛阳城最近一直有百姓横死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才跟他认识1天，就被他蛊惑了？现在竟然还帮他查起案来了？我倒是觉得这凤凰案没那么简单，应该和当年的灭门案有所关联。可你毕竟是来报仇的，有我在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心意。等你大仇得报，我们2个一起归隐山林。到时候你去哪，我就去哪。沈轩，看着我的眼睛说。出去吧。是。这么多啊！根据现场的侦查情况，基本可以推断，昨晚从戊时到卯时，凤凰出现了5次，几乎每个时辰都在死人。有什么眉目吗？尸体是随意丢弃的，毫无规律可言，而且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也无法确认。唯一的相似之处是，这些尸体都是还未出阁的少女。总之，这就交给你了，甜甜。放心吧，曾哥。对了，最近大理寺来了个叫李建兴的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但绝对不是什么好鸟。你记住，无论他跟你说什么，都不要回应。放心，我对胡大人绝对忠诚。抱歉，吓到你了。你就是那个人模狗样的李建兴？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大理寺仵作，宋甜甜。在下李建兴，胡大人请来帮忙的。别动，刀上有毒。在下在外闯荡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女仵作，还是身手这么好的女仵作。我在这儿是为了报胡大人的恩。哦，胡正义这个老狐狸，还知道收买人心。我是真心留下来的。几年前，有过畜生想侮辱我，我失手把他杀了。那是坏人该死，你杀得对。怎么了？曾头总是爱疑神疑鬼的，你能这样想，肯定不是坏人啦。所以是胡大人帮你脱了罪？胡大人判了我秋后问斩。什么？2个月后，圣人大赦天下，就把我给放了。那你应该感谢圣人啊。你觉得胡大人为什么会判我秋后问斩，而不是斩立决呢？他们都中了好奇怪的毒啊！愿闻其详。死者是因为流血过多而死，但你看，伤口只有鸟啄般大小，这样大小的伤口是不足以流那么多血的，血会提前凝结，但这些尸体上的血都已经流干了。而且我问过现场的捕快，他们说现场也没有那么多血迹。所以你觉得是下了毒才会流这么多血？不是我觉得，是我验出来的。此毒无色无味，
加之伤口又被清洗过，所以很难被发现。难怪我没闻出来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毒吗？不过，你看，这些死者身上都有这样的痕迹，这些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倒吊着，就像是被放干了血一样，太残忍了，太歹毒了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凤凰作案吧？圣人登基时，百姓看到有金凤凰从明堂飞出，以为是天降祥瑞。如今血凤凰一出，祥瑞变恶兆。臣以为当严查血凤凰一案，始作俑者将他们斩草除根。另外，再请江湖杂耍人上演一出金凤凰啄血凤凰的戏码，以此昭告天下百姓，血凤凰已被祥瑞降服。孙承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圣人息怒，臣该死。你的确该死，江湖把戏怎么能跟当朝祥瑞相提并论？圣人圣安。胡青来了，你先起来吧。谢圣人。听闻昨日凤凰杀人时，胡大人刚好在案发现场。哦，这么巧。回圣人，就是这么巧。那胡青，你怎么看？臣以为，此案肯定不是凤凰杀人，而是人为。既然胡青这么肯定，那此案就交给大理寺去办吧。圣人既要速查，可否加个时限？毕竟人言可畏啊。如此甚好，臣10日内定破此案。10日之内，怕是再过1、2日，这谣言便早已传出了神都。身为大理寺卿，还望胡大人能够为国分忧，早日查明真相，以安民心。胡正义，臣在。朕命你3日内破案，肃正台协办。谨遵圣人圣谕。牡丹，就是我先杀后奸的，什么帮手，那都是你们瞎猜的。好，我呀，洛阳第一神捕，手里边还没有结不了的案，所以啊，我专门为你们这群人渣设计了一道大餐，叫做斩草除根。这一刀干脆利落，即便你堕入地府做了一只鬼，也绝对做不了色鬼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会把你那活儿塞到你的嘴里，让你面见阎王时连话说不利索。尝尝。我说，大人，背后指使我。快来人！救我！大人，松绑！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，可是好奇怪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毒。
这种毒，我以为曾见过。那唐官死后，我们羁押了给他递水的狱卒，同时，也调查了一直给大理寺送水的老李头。这个老李头死了吧？是，属下失职。唐官的人际关系查了吗？这唐官3年前老家饥荒，逃到了神都，被店家收留。不过他有一个不太好的癖好，就是爱赌钱。据赌坊老板所说，他之前赌得很小，但最近出手很大。看来他是被雇来的帮凶啊！查查他的钱是哪儿来的。是。大理寺可还住得习惯？实话实说，不如佛来巧楼。虽然我们这儿没有花团锦簇，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花钱。大人留我下来，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？哦，剑行贤弟啊，昨天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呀，你眼熟。咱们是不是之前在哪儿见过？我一江湖游子，见不着的。年纪轻轻就武艺高强，不知是族中长辈授意，还是拜过师门呢？家里呢，小门小户，父母走得早，也没拜过师，功夫自然是江湖上学来的。剑星兄弟的话说一半，藏一半，身上的秘密很多呀。人呢，行走在江湖当中，自然是有些话不想去说的。比如，来大理寺的真实目的。大人说笑了，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？啊，对对，忘了。实不相瞒，凤凰杀人案仵作验尸的结果，让我想起了一桩旧案。什么案子？12年前，李作府灭门案。12年前，大将军李作被指控谋反，正待盛采，岂料家中便闯入了刺客，全家走漏。此事一出，圣人下令要严查凶手，但是真凶至今仍未被抓住。当年案中遇害者的死状几乎和本案一致。若能查明此案，或许就能推断出12年前那桩旧案的真相。鹰嘴钩，当时凶手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武器，状如鹰嘴，直插入脖颈，人迎脉。剑行兄弟，你怎么什么都那么清楚啊？行走江湖，略有耳闻。不过10多年来悬案未破，大人不觉得惭愧吗？人言可畏啊，大人就不担心旁人说大人不是不会破，而是不想破？剑行兄弟，话既然说到这儿了，咱们就大开天窗说亮话。剑行兄，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去调查这桩凤凰案吗？可以啊，但我需要点东西。好说，好说。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头猪。你看我说的吧，伤口会提前凝结的，只能流这么多。一个100多斤重的人，大概有多少血？
8、9斤吧。破流了。大概1刻钟的时间，凶手把受害人掠走，运到案发现场，用1刻钟的时间杀人放血，再把尸体运回酒楼，全程一共用掉半个时辰。那杀人凶手要么步行，要么坐马车。按照这个速度计算，杀人现场距离福来酒楼应该不会超过5里。曾生，你带一队人马仔细排查福来酒楼5里内可疑的地方，杀人现场必然足够隐蔽，血腥味儿也会很重。是，大人，不好了！胡大人，曾头，不好了，凤凰又杀人了。张默，刚才在洛阳的另2处又发现2具尸体，死者都是年轻女性，暂时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关联。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死者出现，我们需要主动出击。但是抛尸没有规律性，我们又没有办法预测到抛尸地点，怎么抓呢？抓凤凰。地图。凤凰每次出现后都会飞上1刻钟的时间才消失，抛尸地点也不会太远，所以根据2个最远的案发地，划定凶手活动直径，在这个圈内进行搜寻，把我们的人分散开，形成网络，这样一旦凤凰出现，就会有人马上赶到。今晚之前必须抓到凶手。属下遵命。曾胜，那2具尸体呢？都运回大理寺了。怎么了？不要拉到仵作坊，都给我拉到院子里去。剑心兄弟，你这种查案手法真是清奇自然，让我们大开眼界呀！装神弄鬼，我倒不觉得，剑心大哥一看就是有真本事的样子。你叫他剑星大哥？你俩才认识几天啊？你叫他大哥？你叫我你才是不对，不对啊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哪里不对？牡丹的房间里有樟木条，所以他的身上有樟木味可以理解。宋姑娘为了避免尸体被虫蚊所叮咬，在仵作坊里放置了大量的樟木，所以第一天被送来的5具尸体身上有樟木，也可以理解。
但你发现，剩余的3具尸体都没有被运进仵作坊，但是身上都有樟木的味道。所以，除非这3具尸体生前都有用樟木条驱虫的习惯，而且樟木和樟木的味道是有差别，而死者身上的樟木味儿都是统一的。我去取下来。千星大哥，哎，这小子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大人，他对您不敬，我这是谁？别急，别急，我知道他要去哪里。神都，我比他熟。你也闻闻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？不，非常有这个必要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味道到底是不是一致的，还是有区别的？从脚开始闻。那我试试。樟木的味道一致，这就说明这些女子都在一个有樟木味道的地方待过，而且是大量樟木，少量樟木条根本做不到。樟木的味道。让一让啊！就是它。临济仓库。什么人？仓库中敌也敢硬闯？大理寺办案。大理寺？那大人可有腰牌凭证？原来你就是洛阳第一神捕曾头。哎呀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曾班头，请。大理寺曾胜前来查案，管事的何在？哎呀，来了，您就是曾胜？是我。啊，你也是曾胜？哎，那你们到底谁才是曾胜？当然是我。你敢偷我腰牌？给你。曾头，来都来了，那既然有你不喜欢我冒充你，那下次我冒充胡大人。去仓库。哎，大人请。在神都，除了这间仓库之外，还哪里有大叶香樟啊？咱神都啊，不产这个大叶香樟啊，充其量啊，也就是老百姓家里有那个樟木条，可以驱虫啊。大人你也知道，从南方运到这里，就是堆在我这里啊，然后再分工送到这个大福仙寺。那最近除了我们，还有谁会进出这间仓库？就是这些搬运工。啊，大人里面请。哎，大人就是这儿啊，所有加工好的樟木啊，全在这儿了。啊，不务正义，挺有城府。既然都知道樟木的存放位置，刚刚为什么不直言相告啊？胡大人的心思，岂是你这种人能揣测的？管事，哎，这仓库多久没有清洗过了？哎，瞧您说的，按照规定，我们每个月都要清洁仓库的。咱们这儿可有樟木的运输路线和停放的地图？啊，有，小张，地图。啊，去。大叶香樟啊，不是本地树种啊。大人您看啊，这圣人啊要修建大福仙寺啊。大人您瞧，这圣人要修建大福仙寺，这木材经洛水运往至洛阳，后经由仓库，最后再到大福仙寺。
大福仙寺。行了，交给我了，晚上回去等着我。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曾生，曾生。哟，挺认真啊，破案的。怎么样？有什么？看什么呢？你还挺适合这件衣服的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哎呀，有些地方没去成，但不过目前查探到的地方来看，香樟味浓郁，并没有血腥味。有没有可能这些女孩都在有樟木熏香的地方待过？写着点啊，新樟木和旧樟木之间的味道是有细微之差的。闻了大福仙寺和仓库，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，就是新樟木的味道。我姑且相信你的那套气味理论。那第一起酒楼的案子中，牡丹消失了大概半个时辰。我们减去放血用的1刻钟，还剩下3刻钟。你有把握在3刻钟内抱着人跑这样一个来回吗？酒楼到大福仙寺，不行；酒楼到仓库，也不行。这样你也不行。那就是在运输途中染上的，那更不可能了。运送尸体的时候，尸体一定是被包裹住的，即便是遇上了，也很难覆盖到衣服上。那要你这么说，这3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取血的地点。那凶手是怎么做到在这3个地方用半个时辰完成杀人放血的？倒是奇了怪了，哪儿出问题了？我知道了，你狗鼻子出问题了。谁是狗鼻子？你才是。总之，我会将此事禀告胡大人。我们应该还要去一趟酒楼，毕竟那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或许我们疏漏了什么线索。还算有点聪明。走吧。掌柜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人，我们这几日不开张。无妨，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。这福来酒楼在神都颇有名气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冷清啊！大人，你也知道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客人们都不愿意来了，伙计们也都走光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打打杂什么的。杂役啊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？别说可疑的了，人都没来过一个。掌柜去哪儿了？掌柜的说他身体不适，在家休息呢。那天晚上凤凰来之时，有没有什么人突然跑出去了？记不太清了，我可能得想想。香传。大人，这个是事发前新买的香粉。哎，奇怪，这只用了1次，怎么少了2盒啊？有人偷偷换掉了香砖。那就对了，事发当天，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牡丹。当时堂官提醒我们，牡丹点燃了一支香砖，于是，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，通过香砖倒推见到牡丹的时间。但殊不知，有人偷偷换掉了已经燃烧掉1半的香砖，如此便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缩短了牡丹失踪的时间。所以，之后的命案，大约都是每隔1个时辰发生1次。这样的话，仓库和大福仙寺都有可能是第1现场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尸体送回酒楼呢？因为他们想拉我下水呀。看上去好像是针对圣人继位，其实主要对付的是我呀。大人，此话怎讲啊？这起案子，只要我在现场，
就只能交给大理寺来查。这起案子还牵扯着圣人继位时出现的凤凰祥瑞，我若查，必然会牵扯出圣人登基时的旧事；我若不查，军令状为先，之后便是革职。此案一箭双雕，看似拿捏圣人，实则也顺手除掉我。大人，当今朝中与您不对付的只有孙承景一党，可如果真是他干的，他就不怕没把您拉下水，反而把自己的荣华富贵给搭进去了。或许有什么无比重要的理由，使他即便丢掉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也要把我拉下水。掌柜，哎，你说，这个仓库的钥匙，你们这儿都有谁有啊？只有杂役小郭他有。那他有没有可能交给别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叮嘱过他，如果他把钥匙借给别人，万一这仓库丢什么东西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他会借给那个堂官吗？那绝对不会。那个堂官呢，他虽然说平时比较勤快，但是他手脚不干净，这点啊我们都知道。那牡丹宴开始前，杂役在什么地方？他应该是在后院忙活，平时他还做一些运输的事儿。他从什么时间开始来您这儿干活的？大概1个多月前吧。曾上，之前你们也查到，那个堂官也是1个月前才突然开始有钱的。是的。那杂役平日里有没有什么习惯呀？啊，他平时喜欢鼓捣些花花草草的，还有就是特别爱干净。花花草草。掌柜，方便您带我们去您后院看看吗？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死者的房间。那如果那天有人想要从这儿搬运尸体的话，就必须要先确保这个院子没有人。而且忙碌的杂役他不能说出去。走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想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话，各位，那这个人其实就是杂役他自己。是你杀的牡丹！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别动，跟我回大理寺。他中了血毒，该求饶的是你们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祭蒙此光，永驻乾坤！